花，桃花，你们继续。什么呀？桃花，桃花。喂，许小姐，早啊。什么事？大清早干嘛呢？急急忙忙的。组长约了人去谈荣氏的事儿，让我赶紧把资料送过去。那赶紧去吧。干嘛呢？我在沉思呢。我们议会的姑爷，果然是不同凡响啊。说人话。不知道吗？咱们公司和荣氏的大合同就靠他一个人力挽狂澜了。这会儿正带着李爱琪去谈判的路上呢。就他俩啊？你爸呢？有姑爷在，要我爸干嘛呀？那他俩去哪谈的？哟，那我真不知道了，真的。你这几天到底上哪儿去了？告诉我。加班，公司很忙。你每天都加班，加班到1点吗？凌晨1点？我现在在咖啡馆，好吗？公共场所啊。许小姐，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谈？你都做出来了，你还不让我说呀？没关系，不影响咱们说话就好了。你自己处舒克理清楚，我也清楚。关于荣氏这个案子，我十分抱歉。本来公司内部啊就对你这个主管方案存在着争议，而且我也累了，我想换个环境去 AF 工作。所以这件事我真的帮不上忙了。我每天都伺候你，我也不伺候你。谁是呀？我跟你解释好几遍了，真的。接呀，接电话呀。喂，我现在跟我老婆在一起。许小姐，先这样，你去了 AF 之后有什么规划呀？应该也是做和荣氏差不多的事儿真有吧。本事，我服了你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再和我们议会合作？这一点我真的考虑过，但是我现在还不确定 AF 是不是有长期的合作广告公司。我无理取闹，你找小三儿还说我无理取闹，讲不讲理了你？可这真的太吵了，不如回头如果你有空的话，研究一下 AF 的产品，看看有没有广告上合作的空间吧。你不怕丢人，我还怕丢人。其实不用那么久的，你怕丢人，怕丢人，你别做这丢人的事儿啊！因为你现在在 AF 跟荣氏是竞争对手嘛，我之前有帮荣氏做过案子，对他们有过了解。我今天就可以给你个提案，晚一点给你发过去。那太好了，不过这个不用着急，做提案始终都要花时间的嘛。而且我们最好是达成一个共识，有个着手的方向再做。离就离。好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个事情交给我，放心。讲什么呀？先走。你不讲清楚，我跳下去！你别胡闹行不行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干什么？到派出所去，走。擦擦吧。陶总，你是来给你们组长送资料的吗？是，但我这会儿找不到他了。放心，我肯定能找到他。用帮忙吗？啊，不用。我帮你叫个客房服务，等一会儿让他帮你烫烫吧。哦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舒克呢？舒克！舒克！他在里面。桃花，桃花，你们继续。什么呀？桃花，桃花，桃花，哎，桃花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，好不好？啊！事实都摆在面前，你当我瞎呀？哎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对，我不该瞒着你跟他见面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公司，不是为了我个人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我好好的被人泼了一身咖啡，我当然要上去冲一下了。他还泼你咖啡？我都没泼过。你以为你没泼过啊？那我泼怎么了？
对，你泼得好，你泼得对，行了吗？我今天真倒霉，夫妻吵架泼了我一身咖啡，搞得我跟有外遇一样，我真的没办法解释。人家夫妻吵架泼你一身咖啡，你当我傻呀？哎，好了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你让我给你解释一下好不好？我马上证明给你看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相信。哎，来，你来呀，来，哎呀，你相信我。哎，就这儿，哎，当时那个女人就站在这儿，那个男的站在这儿，她老公就在这儿啊。然后呢，你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借咖啡用一下？好，没问题。谢，一会儿还给你们。咖啡，那个女人很生气。当时那个男的说：“我不跟你说，我要走。”那个女的说：“你要敢走，我就从这个楼上跳下去。”然后就拿咖啡一泼，就……你看我泼到他了吗？这不泼到你了吗？不对，哎呀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个女人很生气，她很生气，力量就会很大，就……啊，谢谢，来，你做这个男的。对，你做这个男的，我做这个女的。我要说要走了啊，然后你就撤，你撤呀。对，然后我就一泼。不是，大哥，哦，不是，大哥，真对不起，我特别对不起，不是我是要跟我女朋友，大哥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帮你擦。你笑什么？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去哪儿？回公司啊，我还有一大堆文件要处理呢。现在这副样子去公司啊？还不都是你弄的吗？反正丢人也是你丢人，我也不怕。行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去吧。组长，你怎么？哦，别提了，刚才碰到一个疯子，泼了我一身咖啡。谁是疯子？我不是说你，你不要瞎想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是来还你东西的。什么呀？这不我的高跟鞋吗？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啊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是这样的，那天不是艾琪要跟我一起去参加荣氏的那个提案会吗？她高跟鞋突然坏了，那我情急之下就去你办公室拿了一双给她。那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我本来想回头就告诉你，但你也知道我这2天太忙了，她今天要不送鞋过来，我都忘了这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当时确实情况特殊，组长才把你的鞋借给我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送去奢侈品护理店清洗过了，不会有任何损伤的。这鞋我一次都没穿过。啊？这是新鞋啊！哎，对不起啊。但是你办公室还有那么多双鞋呢，不在乎这一双是不是？别小气了。谁小气啊？算了，我不跟你争了。既然这双鞋你穿都穿过了，那就送我吧。啊？组长，这个鞋……哦，我回头再跟你说，我要去跟他……你懂的。你知道那双鞋我为什么一次都没有穿过吗？啊？因为那是我爸送给我的。哦，我明天去街上看看，争取找一双一模一样的送给你。别生气了。算了吧。哎，你别跟舒哥说啊，我怕他会弄死我。
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儿，阿姨，荣氏的单子呢？荣氏单子你不用管了，你名不会去争取了。我会安排另外一个项目给你的资料，我会让秘书转给你。不是，阿姨，我现在已经争取跟 AF 合作了，我想挽回点损失。AF， 我倒是有点印象，可我们跟他们没有过合作。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广告公司啊。在我印象当中，他们的谈判态度很苛刻，在业界名声一直不太好。是，其实 AF 现在已经换新的负责人了，我已经跟新的负责人商量好了，而且会尽快把提案交给他们。他们换人了？妈，他都凌晨落汤鸡了，让他先去洗个头，换个衣服吧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舒克，你不要背太大的包袱了。商业合作本来不确定因素就很多。我知道了，阿姨，您放心。你真这么干了？那还能有假？舒克都没跟你翻脸呀，这足以证明他对你是真爱。他跟我翻脸？他凭什么跟我翻脸呀？都被我堵在宾馆房间了耶！哎，得了吧！如果他要真干了什么，让你给抓着了，你还不让他血流成河呀？所以说，你从打心眼里就对他没有真正的怀疑，你还是对他有自信的，是不是？我对自己没信心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自从那徐小慧出现以后，我就疑神疑鬼的。这是病，得治啊！莫提没得治。你看啊，你们这一行的，本来年轻漂亮女人就多了去了。这舒克又是做业务的，你今天怀疑徐小慧，明天怀疑王小慧，后天怀疑李小慧，你跟踪得过来吗？你这咖啡泼得过来吗？所以啊，我求你件事儿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哎，吃饭了吗？嗯。哎，我给你泡了碗面，再吃一口啊。你不能跟我唠5毛钱的呗？说。我觉得吧，我不太适合干这房产销售。首先我没你聪明，第二没你有韧性，你说怎么办呀？那就换工作呗，换个自己喜欢的。我喜欢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你喜欢什么呀？哎呦，喜欢什么呀？哎，你是不是在想胖丫？哎，我就觉得我一直干这房产，胖丫瞧不起我。你少拿自己换工作跟人家胖丫联系到一块儿去。不是，我是想啊。哎呀，我今天累死了，我现在上楼去死了，不跟你讨论这些死循环的问题。不是怎么了，气儿？妈，跟您商量件事儿呗。行啊，说吧。莹莹因为我的缘故，离开刘宇的公司好长一段时间了。他刚毕业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他说了，让他来我们的公司做事儿，可他不听啊，非要自己找。哎呦，以前的事儿您就别提了。行，我不听啊，听你的。哎，那就让他来媒介部吧，专业对口。我想让他做舒克的助理。他是硕士毕业，已经有工作经验了，怎么可能做舒克的助理呢？不是，我这不想着舒克刚进公司，得有个自己人帮衬着他才更好啊。就让莹莹帮他一段时间，等舒克稳定了，
再调动岗位也不迟嘛。再说莹莹自己都同意了。你呀，一小就欺负莹莹，你说什么呀？她什么时候拒绝过呀？这就说明我们俩姐妹情深，都是自己人嘛。行行啊，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啊。这件事情啊，就交给你处理了啊。谢谢妈。瞧你高兴的。哦，对了啊，那个舒克以后呢，要经常见人，你是不是对他稍微上点心啊？哦，明白。先生，这边请。请坐吧，舒先生。啊。徐小姐，昨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。啊，我今天来就是想来跟你道歉来的，还想看看你有什么诉求，我想有个更全面的了解。舒克，其实有一点呢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以你的才华和能力，无论走去哪间公司，都会有很好的发展的。为什么你一定要留在易辉呢？徐小姐。你可能有你的考量，对不起啊，我就是瞎操心。没有，真的很谢谢你的关心。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易辉是桃花她妈妈半辈子的心血嘛。那既然现在我跟桃花在一块儿了，那该承担的责任我应该承担起来。原来如此，那咱们重新谈回工作吧。今天早上开会啊，我们公司对产品布局这块重新规划了一下。饮用水将是重点开发的对象，我们希望广告公司这块可以大力的配合一下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记录一下。莹莹啊，这次让你来做舒克的助理，虽然是桃花的主意，但是阿姨还是很开心你能过来帮我的忙。不过有件事儿啊，阿姨想让你帮我处理一下。哦，您说。舒克那个组啊，有个叫张辉的，他的叔叔啊跟我是老朋友了，也是我们公司的元老。张辉这个人呢，工作能力呢还是挺强的。他叔叔啊也跟我提过多次，希望我呢再多给他一点机会。可是这个舒克啊，有时候太过一板一眼了，不懂得变通。哦，那您的意思是？みません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以后我就是您的助理了，请多关照。别闹。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上面说的。宁总交代的资料我会整理好再发给你。哎，郑辉，吕哀其人呢？不知道，刚还是这儿。你现在有没有空陪我走一趟？好。带上莹莹去吧。快走吧。我干嘛去啊？快跟上啊！这不是演戏，你注意，这绝对不是演戏。现阶段最大的敌人，你马上就要见到了。谁呀？就戏谑那小妖精啊。So this 呢？快！李爱琴。那天陶总和你组长没事吧？他们能有什么事儿？陶总没去找他？去了，就在和荣氏约好的宾馆见面的。那还能没事啊？你肯定拿封口费了。哪有什么封口费？我只不过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
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，尤其是老板的私事儿。莹莹姐还让我去送文件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他们人呢？组长带张辉去 AF 了，早走了。不可能啊！不是时间还没到吗？提前了，怎么没人告诉你啊？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 AF 集团的总裁翁总，这位呢就是易辉的项目负责人舒克先生以及他的团队。翁总您好。您好。叶总，我听说舒克到 AF 去结案了。对啊，是舒克自己和 AF 接触的。我觉得他那提案挺不错的，我就让他试了试。AF 这次的推广方案主要方向呢，是国内的1、2线城市和部分3线城市。首先，以大型商超作为突破口；其次，在各地的电视台进行广告投放；地面频道呢，主要是提高大众对我们品牌的认知度；而各大卫视的广告，特别是中央台的广告，是为了提升我们企业和品牌的美誉度。老彭啊，最近咱们公司的现金流有点紧张。几个新的客户啊都没有谈下来，万一舒克能谈成了，不是解决我们不少问题吗？据我所知 ，AF 今年也进军饮用水和饮料行业，是荣氏的竞争对手。如果我们现在全力推 AF 的话，那荣氏还要不要争取呢？这不冲突啊，两边都没有确定啊。为了对冲风险，我们两边都得争取，先签下哪边就先做哪边。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利益。这恐怕……怎么了？但愿吧。你最近怎么突然这么积极啊？是不是你叔告诉你什么战队的内幕了啊？你可别藏着掖着啊，赶紧提点兄弟我呗。我叔那个谁都不肯得罪老好人，哪来什么内幕啊？我只是觉得舒克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之前荣氏的处罚他一个人全背了，更何况他做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。别逗了你，人家是堂堂的驸马爷，那点处罚的小钱会看在眼里了，不过收买人心罢了。哎，小人之心啊！我说的不过是你心中所想罢了。你找我？开门。啊？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很快就好了。好了吗？好。来，快把它穿上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真的不需要这些。你怎么不需要啊？男人在外面谈事情，行动是很需要讲究的。好了，哎呀，我缺什么我自己买就可以了啊。买什么呀？你从头到脚里里外什么都缺，所以呢，我都是给你全套买的。感动吧？贴心吧？贤惠吧？你看你这一身多帅啊！是吗？那行，你告诉我多少钱，我还给你。还什么钱呀？这是我给你买的，不要钱送给你。哎呀，这样不好。女朋友送男朋友东西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是情侣之间送点小东西挺浪漫的。你像搞这么多东西都那么贵，你看你送的那些东西真的是我说，继续说。我是挺帅的，但是你懂吗？就是太贵了，而且我真的觉得这样不好，穿不惯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别捡了，这老贵了。这你又不要留它干嘛？谁说不要了？我要。好，我要。我又没求着你要。不是你求着我，我求着你。是我求你，女王大人，求你了，都给我吧，我要，好吗？瞧瞧，这一身超我们好几个月工资了。
这是驸马爷的福利，别羡慕，干活。周莹莹，哎呀妈！你吓我一跳，怎么了？我想找你谈谈。谈吧。谈什么？不想在这儿说。不想在这儿说。那不是你这么严肃干嘛呀？走不走？走啊，走啊。说吧，有什么不能在办公室说的？是你特意不告诉我提案时间提前，还特意把我支开，让我失去了与组长一起去 AF 提案的机会，对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这个案子我从头跟到尾，到了最后一步，就算我去送文件了，组长他也不可能撇下我。只有你，你才刚来，就让我遭遇这闷头一棍。你别这么说啊，我可没那么无聊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为这件事情做了多少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，是我一直在跟进，不吃饭不睡觉，还遭了很多白眼，好不容易熬到今天，结果却功亏一篑。现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会出现很多意外，我们没法控制啊。这不是意外，是预谋。是张辉对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那咱反过来说，张辉确实挺有能力的呀，甚至他比你有经验。就算他这回取代你了，他依然可以完成的挺好的呀。我真不明白，之前他们不努力，现在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，公司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？公司有公司的考量，公司要考虑到方方面面。如果你真的有能力，以后还有的是大把的机会啊。如果我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，能保证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吗？哟，这谁呀？你的新同事啊 ？Really？ 真真儿的。老彭啊，你老是跟我这么小打小闹的，有意思吗？你要是有什么计划，你现在告诉我；要是没有，咱们好好做生意。现在这样，太幼稚了吧？老王啊，你先帮我把荣氏和易辉的广告合同签了，以后的事我再告诉你嘛。啊？你真拿我当3岁的孩子了？哎，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。这一次你不给我交个实底，咱一切免谈。来，嚯，你看你，哎，王总，你看你这怎么还 ？Welcome， 欢迎一下易辉。搞得你要在易辉常干似的。不过还是谢谢你啊。谢我干嘛呀？我就在这儿待2个月。倒是你，你是真打算跟桃花私定一生啊？别咒我行吗？要绑我也是跟一帅哥绑。那你干嘛老是跟人男朋友纠缠不休啊？你会不会说人话？桃花这人你还不知道，他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是个汉子，其实他疑心重又没安全感。他要是真喜欢一男的，他就天天怀疑他身边有情况。他要不安插一人在他旁边看着，他连睡觉都得睁只眼。那还不是你们惯的呀？就他那样子，我就纳了闷儿了。你说你都做到这份儿上了，图啥呀？ What do you want？ 啊？我那是真爱，不懂。你笑什么呀？
这就是咱老北京一块穿着开裆裤长大的情谊，这叫铁磁。你这个半路叛变的假洋鬼子是不会懂的。假洋鬼子。是吧？那你要的数据我发你邮箱了，查收一下。哦，谢谢。我这儿也没弄完呢。工作归工作，那饭总要吃吧？我这不是见贤思齐吗？乖了啊！哎，本来还想好好帮你庆祝入职的，心领了。而且人明远中午已经请我吃过饭了。他有这么好心？不是你们俩能不能不要总是狗咬狗？真是够了。是他先惹我的好不好？哎，你甭管谁先惹谁了吧，反正他很快就要回去开律所了。律所？那不然呢？给你们家看一辈子合同啊？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的男人我帮你看着，你就放心吧。朱元璋啊，想打仗，他缺马呀；西藏那边呢，他想喝茶呀。于是乎，就用茶换马，用马换茶，这时间长了，那条路它就叫茶马古道。你都说了20多遍了。我说20多遍，你听过，人家没听过，你跑火呀你！叔哥，看，我又给你买衣服了。你买这么多衣服干嘛？这不是想让你换着穿吗？你那些衣服肯定不够，快试一下，给大家看看好不好看。啊，现在是啊？就在这试，给大家看看好不好看呀？看看。好不好看？漂亮，好看。哎呀，舒克，好福气呀！你眼红呀？你眼红也去找一女婿。我觉得弟女就挺好。您这女婿正儿八百的修了思想，娶这么个白富美。可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闺女从小长大什么都不缺，就缺爱。太丑，看好了吧？厉害吧？球技见长啊！我出国前就瞄你好吗？哎，有本事你跟我打电动去，保证打得你落花流水。哎，你说你作为一女的啊，打小电动打的，哪个男的打得过你呀？啊，你觉得特光荣是吗？有本事你跟别的姑娘学踢毽子呀！那也比你天天逃课玩游戏被老师抓被你爸揍强。周莹莹，你什么你？你什么时候回你？暂时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呀。因为我？别闹啊！我说真的。认真了是不是？是不是认真了？不是你真不回去了？真的？哎，暂时不回去了。玩吧，我先来啊。郝总，你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哎，外面人都看着呢。
AF 的项目。AF 的项目怎么了？拿下。真的？要跟我说的吗？办公室聊吧。行啊，老张，看刚才明总对你顿夸，以后升职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啊！没有的事。都夸成这样了，还会员吗？饶过谦虚。内部消息，稳赚不赔。你到上海的时候，不也看到他们的实力了吗？兴业的实力确实挺雄厚的，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。我相信他们，也相信你的判断。可是这个项目需求的资金也太大了，咱们公司的资金根本就周转不过来。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能拿下荣氏的订单，如果荣氏同意预付70%，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。哎，你不说再争取下荣氏的吗？有结果吗？其实我已经跟他们谈过了，荣氏同意让我们重新预案，也同意预付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拥有兴业项目20%的收益。可以啊，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刚想说，就得知舒克拿下了 AF 了，而且荣氏付出了那么多，肯定有他的霸王条款。他们的条件就是1年之内不得接同行的订单。好，我考虑一下吧。OK。另外，我还想再跟你说件事情。你看，我在你这儿这么多年，退休金也挣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想歇歇了。你要退休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？我想要移民。你这么快啊？在我走之前，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，不然我也不放心呐。我还想再说一句，就现在公司的资产，你可以坐享收益，但是现在钱贬值的厉害，还是投资是最实在的。我们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我回想了一下，上次与荣先生面谈的时候，他似乎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跟我们合作了。我开始还以为是因为涉及到他们公司敏感条款，所以我也没有细想。但是，还是我的疏忽，我会尽力弥补的。荣氏集团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，一定不能轻易放弃。我现在就去找黄总。那我去找荣总。好。同样是跟前跟后替顾爷卖命，怎么有的人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呢？所以说呀，这人啊就是要脚踏实地，不能总想着什么走捷径。
捷径啊，也不是这么好走的。走什么捷径啊？都是为了工作，你不愿意去做，别人去做有错吗？哎，行了，安琪，你别理他，之后机会多的是，别灰心啊。哟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贴心啊？你之前不还……帮忙看一下。进来，进来。你看，这花好看吗？你看这个小熊，是我最喜欢的小熊，摆在这儿了，好看吗？还有这桌子，摆放怎么样？桌子摆在这儿呢，我都请风水大师看过了，说特别好。行行，你喜欢不就好了吗？你问我干嘛？这些呢，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为我准备的？从今天开始，这间办公室就是舒克舒总的喽。你说的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这间办公室是我的，我们俩这种关系，你给我准备这样的办公室合适吗？谁跟你准备啊？是因为你项目做得好，所以公司呢就特地给你安排了一间办公室，与你自己的努力有关。真的？真的。行，你别说话啊，你让我感受一下。怎么了？办公室这么多人呢。这么开心的事情当然要庆祝一下。舒总亲你一下不行吗？啊？哎呦，没拉窗帘呢，羞死人了。明总，茶。放那儿。明总，你说舒克只不过完成了一个案子就升职了，果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。光看戏就行，不要多话。明白了。楠楠，你到时候把那个文案给2位老总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哎，钟小姐，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楠楠，先带2位老板去酒店的会议室等我。好的。来，2位老板这边请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找我？不好意思，实在冒昧打扰了。咱们那个项目……太不巧了，我一会儿马上去开个会。没关系，我在这等您。那怎么行啊？我怎么能让钟小姐等我呢？要不这样吧，等我开完会去接你，咱们俩再慢慢细聊，方便吗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我特别欣赏钟小姐你肯定是个聪明人。8点多了，各位，不用吃饭。没事，干完再吃。这个项目能谈成功，大家功不可没。张辉、李爱琪表现很出色。如果 AF 这单生意完成出色的话，我会跟公司申请，给全组发福利。谢谢组长，太好了。继续忙。吴先生。钟小姐今天真漂亮。您久等了吧？没事，走吧。妈，舒克可能干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 AF 的项目给拿下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，喝点酒啊？哎，喝什么酒啊？阿姨有高血压，你忘了，不能喝酒。
舒克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觉得荣氏和 AF， 如果我们选择一家合作，选哪家比较合适啊？阿姨，我们跟 AF 不是已经签约了吗？啊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我随便说说。哦，如果光从公司的体量和规模来说的话，那我肯定选荣氏。AF 虽然说是后起之秀，但是确实是这2年才发展起来的。虽然说今年在广告上面投入了一些资金，但是跟荣氏比起来还不到人家的1/3呢。但是我认为合作最主要的是看人。荣氏是家族企业，现在由荣昌说了算。荣昌这个人的口碑在业界一向是不咋地，所以我觉得跟荣氏合作风险太高。我一直认为，一个企业的信誉，就像一个人的诚信一样，是至关重要的。阿姨，是不是 AF 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你说的对，企业的信誉啊很重要。舒克，平时在公司里啊，我对你要求挺严厉的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时间长了，你就会明白的。您放心吧，阿姨，我明白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手头的工作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聊工作了，吃饭吃饭。来，来，欢迎光临。行，好，再回家指望你了哈。好。哎呦，刘总，王总，为了见你，我可是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啊。你们先去吧，我随后就到哈。好，走啊。好，再见哈。哎呀，刘总啊，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什么事儿，但是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呐。那也得让我死个明白，不是吗？哎，其实啊，事情很简单。荣先生虽然是太子爷，但是啊，毕竟刚过来，在没站稳脚跟之前，他不想过多的插手之前定好的东西，犯不着得罪那人，不是？明白。哎，那如果我想做一下垂死挣扎，不知道王总有什么高见吗？哎，论人情、财力、势力，你们都拼不过别人，那就只有走另外一条路了。什么路？荣先生真是好酒量，这已经是第2瓶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开始谈谈项目吧。谈啊？你想怎么谈？是在这儿谈的，还是换个地方谈的？我觉得这儿环境挺好的，而且谈项目，重要的不是地方吗？对吗？我们这位太子爷啊，对你们的钟小姐，那可是欣赏的很呐。碰巧我们这位太子爷呢，又是一个多情的种子，最喜欢玩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把戏。假如钟小姐合了他的意，那一切不都好商量了吗？啊？好，多谢王总。其实呢，在哪儿谈不的呀？最重要的是，咱们2个人谈。不好意思，
接个电话。陆先生，您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是出来玩的，拿那劲儿差不多就得了，装太大了没意思。不好意思，荣总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电话很重要，需要去回个电话。不懂我什么意思，你穿成这样过来。行了，不就一个项目吗？我一句话的事。你干嘛呀？罗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他说是您的朋友，没拦住。是我朋友，出去把门带上。是。荣先生请客又不叫我，不叫你，你这不是自己也来了吗？当然，什么事情都交给女人去做，还算什么东西？你说是吧，荣先生？有的时候呢，有些事儿啊，还就得女人来解决。那这件事情我宁愿不做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还算男人吗？况且，我的女人是要在家相夫教子，清清白白跟我过一辈子。楼的人都被你吵醒了。最近运动是不一样啊，有劲儿。我千里迢迢来送温暖，还让埋怨呀？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满天飘满玫瑰花。把安全带系上。走喽！这荣氏和 AF 的公司运营数据分析啊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啊，做的还不错，但是还差一点，有几个观点啊，我觉得你们都应该调整一下啊。好的，好，改完以后我再看看啊。就这样。老彭啊，昨天晚上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。关于荣氏和 AF， 从长远来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选择 AF 啊。你是这样想的吗？
你知道荣氏今年广告投入是多少吗？多少？1个亿？10个亿？还不可能！荣氏广告在寻找新的广告渠道，尤其是互联网广告和影视广告的植入，甚至是一些大型活动的冠名赞助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好的机会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到哪儿去找啊？啊！现在传统的广告渠道越来越不能满足客户和消费者了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荣氏？哦，仅仅因为在此之前客户不满意我们的提案而拒绝和我们签约，就说人客户不守信誉吗？啊，这种说法太不负责任了吧？可是互联网和影视剧，我们都没做过呀，风险太大了。没做过怕什么呀？荣氏出钱，我们学习，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？我的叶总，那个慧芳，你再考虑考虑，真的，为了公司的利益。人都到齐了，我说一下公司的战略转移。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，是做荣氏还是 AF？ 当然是 AF 了，荣氏不是已经出局了吗？多亏了明总力挽狂澜，荣氏终于答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啊？这没有人通知我这个消息啊！我让你参加高层会议，就是当面通知你。但是我们现在跟 AF 已经签约了，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。我们的一切是以公司最大化利益为基准的。现在荣氏和科斯谈判破裂，荣氏又想跟我们签约，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OK， 叶总，如果您非要跟荣氏谈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保住 AF？ 不可以，他们不允许我们共同接受他们2家。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叶总，这么做不行啊！有什么事散会说，别让我妈不高兴。明总，你了解客户，你来说说。哦，是这样。这个荣氏呢，根基雄厚，虽然才在北京刚刚起步，但是他们野心大，实力强，是个不错的长远客户。AF 嘛，也就是这几年刚创红的一个小公司啊。当然了，如果没有荣氏这个势力，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现在要2选1的话，那我觉得荣氏会给我们带来更长久的利益。明总，但是您别忘了，荣氏他出尔反尔，他光北京的负责人都换过好几个了，他跟科斯的合作也是无疾而终。况且我们现在已经跟 AF 签约了，如果我们转过头来就毁约，那我们跟荣氏有什么区别？舒克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荣氏所提供的最大的利益是 AF 远远做不到的。但做事情总要有个规矩吧，总有个先来后到吧。AF 现在已经在上升期了。够了，我要数据说话。方总，从你掌握的数据来看，你的建议呢？那自然是荣氏。李总，你们市场部的意见呢？我同意明总的看法。好，我会尽快让法务来处理的。舒克，你先不要给 AF 任何反馈，等明总这边和荣氏洽谈好了，我会让法务跟他们联系的。散会。去给我妈道个歉吧。好像是应该我们去给 AF 道歉才对吧？哎呀，就别认这个死理儿了。本来就是荣氏做的不对，人家 AF 给我们雪中送炭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不应该撕毁这个合约嘛。这根本就不是重点。现在不是要解决怎么让 AF 好，而是怎么让你跟我妈的关系好，怎么让她认可你这个女婿。我做的事都是在为她好。
可你的方式不对啊！哪有人敢在会议上顶撞我妈呀？明伯伯为什么敢？那是因为他是我妈肚子里的蛔虫，他说的话都是我妈想说的话。你看，所有的人都是跟着明伯伯说话，你可倒好，不想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。那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妈妈做错事儿，是吧？她怎么做错事儿了？这么多年来，都是她一个人做的决断，公司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啊，她都没错过。OK， 那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你觉得你妈全对是吗？全对，没错。商场上呢有很多的利益交换和往来，你不懂，我也不太懂。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你得时时刻刻想着，她是我妈，她是我妈，她是我妈。我知道她是你妈，工作归工作，感情归感情，好吗？就跟我以前卖房子一样，之前有客户给我付过定金了，之后有人出价再高，我也不可能把房子卖给他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规矩。这跟卖房子不一样。你看那徐小慧，当时也答应了我们荣氏的项目吧？不也黄了吗？就是因为我之前被人坑过，我知道我当时有多痛苦，我知道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，所以我现在就更不能去坑别人了。你说了那么多，就是想帮徐小慧是吧？啊？她现在回心转意的，想跟我们公司签约，而我们却跟荣氏合作了，所以她就下不了台啊，所以你就难受，怕她难受，怕她被坑。哎，你到底在帮谁呀？哎。进来。明总，舒克了。宁总，你出去吧。宁总，您找我是不是想谈 AF 的事？是荣氏，这儿没有外人，孩子，你把我当明伯伯，说说你的真实想法。明伯伯，我的真实想法在会议上全部都说清楚了，但是，我服从公司的安排。啊，好。那如果现在把荣氏的项目重新交给你来做呢？我不是要争项目来做，我真的是觉得这样的话对我们公司影响太不好了。我们会和 AF 和平结约，消除负面影响。那如果荣氏到头来跟我们毁约了呢？这个公司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非常不靠谱、不可信。有道理。荣氏的信誉确实需要警惕。孩子，你是跟我唯一一个接触过荣氏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负责，能帮帮伯伯吗？明伯伯，您还记得吗？上一次我到荣氏去谈那个案子失败了，他们肯定印象特别深刻。我这次如果再去，恐怕不太好。有什么不好？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。你不是也怀疑荣氏吗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们亲自过招。哼。不过有一点，在公司没有跟荣氏正式签约之前，你不能跟 AF 有任何接触，尤其是那个徐小慧。为什么？这是叶总的意思，这也是商业规则。辛苦了。不客气。这是干嘛呢？你怎么来了？看你不在公司，以为你又生病了。哪有那么娇气呀？
这是干嘛呢？哦，收拾房间呢。一直想收拾房子，结果没腾出空来。今天翘了个班，还被你逮个正着。您好，您看看这床垫往哪儿放？哦，扔了吧。扔了？这么新的床垫，说扔就扔了？睡着总做噩梦，扔了吧。好了，慢点啊。床扔了，你睡哪儿啊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正好你来了，陪我去买个新的吧。好啊。现在方案做的怎么样了？现在我更确定自己的判断了，这计划确实不好做，得加点煽动性。可是我的文笔不行，看来咱们只能找策划部帮忙了。那我打电话给策划部主管。哎，你等等，万一他们表面上点头了，其实不帮忙怎么办呀？时间又紧。我毛遂自荐一下，我这人什么都不行，但是文笔还是可以的。喂，许小姐。舒克，案子做的怎么样了？这个方案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提醒一下你，1周后就是交初稿的日子了。这个恐怕时间是有点紧，但是我负责的项目一向都是最讲究效率的，这点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。的确有难度，但我对你有信心。加油！哎，许小姐，怎么了？这还用问？肯定徐小姐会给压力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跟 AF 解约？怎么着也得等跟荣氏签约以后吧。OK， 我知道了，这个计划就交给你来做。嗯，你们先去忙吧。快给我说说，你今天的工作。你不是在门口自己都偷听着了吗？还用我说啊？这位小同志，我要严正声明2点。第一，偷不叫窃，窃听不为偷。第二，我没听清。我们没说什么，就是讨论了一下跟荣氏的方案。没提什么 AF 啊、徐小慧什么的。哦，他们好像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舒克就问我们什么时候正式跟 AF 提解约。还通电话了？说什么了？人家就是催方案。这不是我疑神疑鬼啊！他俩之前在哪见的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宾馆呢。就算舒克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也架不住有人生扑啊。你想啊，他既不是柳下惠，又不是李莲英，怎么把持得住呢？那你的意思就是，徐小慧对舒克有想法？我去！所以坚决不能让他跟徐小慧见面，必须把一切企图出轨的红杏苗苗烧死在院墙里。你说的对，女追男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保证完成任务，请组织放心。耶！太好了啊！这回我们，那明总合同已经签了，你们那边就赶快出方案，好吧？合作愉快。那我现在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幸会，幸会。好。林总，合同已经签了，我现在想去 AF， 跟许小姐当面解释一下。好，那个，刚才张辉来电话说，公司有一个设计方案需要你签字确认，法务那边才能出合同。下午再谈不行吗？人家那边财务等着付款呢，快走吧。好，正好我还有别的事情，咱们就各忙各的。啊，快走，快走。好。哎，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合约那么重要要签啊？不知道啊，张辉也没说清楚。
我打个电话问他一下。哎，你别问。我问清楚啊。哎，你别问。故意的是吧？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我们就是不能让你去跟徐小慧见面。桃花她发疯，你也跟着她公私不分的胡闹是吧？你少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。跟 AF 提解约，明总去比你分量更重，你去了没什么用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明总去 AF 了？没有。师傅，前面路口掉头。啊，师傅你别听他的。我去见徐小慧，只是想给她一个交代。你也知道，徐小慧是他们公司空降的管理层，本来人事关系就已经很微妙了。这一次我求她去求他们老板，好不容易才跟我们签的约，现在我们掉过头来又毁约，以后她怎么跟老板交代？怎么跟她手底下的员工交代？你让我怎么跟桃花交代？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想这个？我不都跟你们已经说明了吗？我跟那个女人没关系的。你嚷嚷什么你？你现在去跟徐小慧见面也没什么用。是，我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但我起码可以当面跟人道个歉。用人家的时候死缠烂打，不用人家的时候就没影了。那我成什么人了？到路口了，掉不掉头啊？掉。明总，这个合同由头到尾都是由贵公司的舒先生来跟我们谈的。是。凡事儿得讲究个有始有终吧。就算真的提出解约，也应该是由舒先生自己当面来跟我提。您说是不是？没错，徐总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只是呢，这个舒克刚来公司不久，有些状况他还不太了解。你像这一次，他能成功的跟你们签约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我们公司上下都很兴奋。只是因为沟通不畅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跟荣氏已经签约了，就提前了这么1、2天，你看就造成了这种情况。舒克，他实在不好意思过来，所以。明总，关于贵公司内部沟通是如何不畅的，我丝毫没有兴趣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们 AF 和荣氏作为同一个行业，我们对签约的广告公司本来就存在着单一排他性。也就是说，您在同一时间跟我们2家公司签约，您的这种行为本来就是违约。与其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，我奉劝您倒不如尽快找个律师，好好的商量一下，怎么才能把因为这个违约带来的赔偿降到最低吧。徐总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嘛。俗话说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啊，我们得从长计议，对吧？而且，舒克跟我们叶总的关系，想必你也是知道的。我们叶总特别希望他能干2件漂亮的事情，然后就把他安排在该去的位置上。徐总是个明白人，啊，何况跟舒克的关系又那么要好。这以后，哎，不行，他们在开会。许小姐，徐总，哎，正巧，我跟徐总正在谈你呢。您怎么在这儿？临时这。行了，明总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。该说的话我也说完了，咱们一切按着合同走吧。许小姐，可不可以？2位，请吧。出去再说吧。明总，这么快谈完了？明总，你们先回公司吧，我想上去跟他解释一下。回去拿出一个方案，然后再来。不是，明总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我跟许小姐来对接的，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有些事不能急于求成。走吧。今天上午，荣氏和易辉正式签约了。
你还好吗？我知道这个项目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，但因为我还是得罪了荣昌。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荣昌如果真的想跟我们合作，他不会对你做出那样的行为来。既然他敢那么做，说明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跟我们合作。只是现在我还想不明白，他兜这个圈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得利者到底是谁？我也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就不想。总之，一切往前看。委屈你了。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未来，哪里来的委屈？不如我们一起吃顿饭庆祝一下吧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好像有点麻烦。AF 明明实力不够，我们毁约怎么了？他们这么强硬干什么呀？就是，这我也没有想到。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啊，就在于徐小慧这个人。那个徐小慧怎么能这样呢？赔钱的话是我们赔，他们什么亏都不吃，他们还想怎么样啊？哎，你敲门了吗？没看见我们在说正事吗？出去！我是市场总监，这件事情本来就跟我有关系。啊，好了，咱们现在主要是说 AF 的事情。这有什么难的？直接找 AF 的大老板，那个徐小慧拎不清吗？哎，这样不行。这件事情最好在小范围之内低调解决比较好。要是让荣氏知道，那情况就更加复杂了。我们尽可能的不要搞到对簿公堂那个地步。哎，舒克这话说的对，他这话说的有道理。你们说这些都没有用，不通过大老板，谁都搞不定那个徐小慧。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不过今天徐小慧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。她说这个事情一直是舒克在跟进，所以说要有始有终。我看现在只有舒克能搞定这个徐小慧。不行，他不能去。哎，有你说话地方吗？舒克，你跟徐小慧最为熟悉，这件事情全交给你最为合适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怎么就这么定了？我不同意他去。哎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别再弄胡闹了。好了，叶总，您别着急。不是。你过来，你快进来。别生气了啊，爸爸。你就是处心积虑想去见他。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，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在叶总的办公室撒泼耍赖不让我去啊？你才撒泼耍赖呢！说明在你心里，你也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对吧？虽然你这个人呢，
平时小肚鸡肠，疑神疑鬼，作天作地，无理取闹，但是在公事面前，我觉得你挺深明大义的。你骂我？我夸你呢。呸！知道吗？一开始我觉得你缺乏安全感，是因为还没遇到我。后来我发现我太高估自己了。是我对你做的还不够多，还不够好，所以才会让你到现在还这么一直缺乏安全感。别这么说。 没有真的不相信你 ，AF 这事儿你就够憋屈的了，我还给你添堵。你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谢谢你能理解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很快处理完这件事情，好吗？那我回去战斗了。好。 我是被忽悠了，我辜负了组织的希望。别以为坦白从宽就可以正确判断出。请组织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交代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。说，是这样的，原本我是坚决不让舒克去见徐小慧的，并撒谎把他骗上了车，结果他一顿嘴炮就把你给轰晕了。看来你挺有经验呀。 立场不坚定，差评。哎，不是，说真的啊，我是真觉得人舒克说的有道理。而且关键这些年头，你说什么是好男人啊？负责任、敢担当的就是好男人，是不是？如果他真的就这么坑了人家徐小慧，还心安理得的撂挑子不干了，这样的人你会信吗？你会喜欢吗？谁喜欢了？装，接着装。行了，不跟你扯了，关吧。